上一集影片我们介绍了清洗皂以及一些相关的基本知识，这一集我们跟各位分享清洗的实作影片，请各位耐心观看。我们今天要使用的水枪是这一支，之前有影片介绍过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连结放在下方资讯卡。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这个90度的弯头，这个弯头的好处就是，当你冲洗上方的时候，水比较可以往下冲。如果角度不够往下的话，水经常会往上喷溅。我们洗的时候，一般就是从上面洗到下面，比较不会说你先洗下面的话，然后你才洗上面，又把脏东西又冲下来。尽量从右边往左边冲。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最旁边一点点可以不要用水冲，用刷子刷之类就可以。我们先稍微把它先冲一遍。刚刚忘记说到，市面上有一些冷气的清洁剂，我之前有在网络上稍微爬过，对于冷气清洁剂的部分，有时候看法很两极。有人说像这个鳍片上面会有一些防锈的涂层，如果使用清洁剂的话，会导致涂层被破坏，然后你的鳍片就很容易生锈。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就说清洁剂会腐蚀里面的铜管，导致漏冷媒的问题。但是市面上这种冷气清洁剂也不乏一些知名的大厂牌，比如说 3M 之类的，有一些又甚至标榜日本制的，也说不会伤害机器，所以正反的看法都有。我这边的看法是这样子，如果你的冷气不是在那种重油烟的地方，也就是说你的冷气不会有很多的油垢，其实一般的灰尘用水来冲洗应该就 OK 了，也不至于有清洁剂伤害冷气机的忧虑。所以这是我采用的做法，各位可以自己斟酌一下。我个人是觉得清洁剂在某些地方是可以使用的，比如说最容易长霉以及积灰尘的这个水盘，我觉得是可以使用清洁剂。也就是说，清洁剂不要往这个金属上面喷，可以直接对着这个水盘来喷。水盘的位置就是在这个鳍片的下方，它会有一个类似像塑胶盘子一样，我们可以把清洁剂喷到这个盘子里面，让它可以清除这个上面的霉菌。一般来说，这个鳍片你可以使用一些刷子去清洁。不过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是使用高压清洗枪的话，应该是不太需要刷子，直接用水冲就可以了。我这边就使用这个清洁剂，直接喷到这个水盘上面。金属的这个鳍片部分我们就不喷它了，下面这一整条都可以喷，可以稍微多喷一点。如果你只要喷在水盘里面的话，要买不是泡沫那一种会比较好一点，液体状的流动性会比较大。喷好之后大概放个5分钟，让它稍微作用一下，让它把一些污垢啊或者霉菌把它分解。清洁剂的话，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去除异味的功用。在等待的时间，再介绍一下刷洗的工具。一般像这种刷子，你可以用来刷这个鳍片。不过我觉得用高压清洗枪的话是不太需要。如果你有不小心按到这个鳍片，或者敲到这个鳍片，把这个鳍片弄变形的话，可以使用这种鳍片用的铁梳子，梳几下它就可以变直了。在清洗下面这个风口以及风轮的部分的话，一般这种奶瓶刷也可以使用，或者小只一点这种洗奶嘴的这种也可以用。里面风轮的设计不是一般我们的电风扇叶片，它是像鼓风机的那一种，所以需要这种小只的才可以伸到里面去。这种长柄的刷子也可以使用，不过你要选择这种长毛的会比较好。专门设计用来清洁风轮用的，它是像这样子3片式的，插进去然后左右拉这样子。不过我觉得这个设计稍微有点问题，插下去
如果再抽出来的话，我怀疑这个套子就掉了。如果要使用这个的话，可能需要稍微先把这个固定一下。像这些工具我是都还没有使用过，有的时候买清洗枪一整组，它就会附一些这种小工具。最后我觉得这一种刷子是还蛮实用的，这个的用处是在清理风轮后面的那一块塑胶背板。我们需要从风轮的后方插进去，就可以插到风轮后面那一块塑胶板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可以把鳍片再冲一遍，然后把水盘的地方特别加强一下，把清洁剂冲掉。基本上我觉得这样子上半部分就 OK 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洗下面的风口跟风轮。我们一样先用水把它冲一遍，然后我们可以用手摸看看或用眼睛看。如果有冲不下来或者不干净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再使用刷子之类的清洁工具。这边你如果摸进去的话，这个风轮后面就有一块塑胶板，可以尽量把冲洗枪的枪头伸进去，针对那个塑胶背板把它冲干净，因为其实那边有时候也是积蛮多灰尘的。清洗右边这边的时候，最好就往左手边冲，也就是不要往电路板那个方向冲，因为这个风轮在上方，使用这个角度的头可能就会不太好用，我们就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的这种头。清洗风轮的时候，也可以把出水的角度调小一点，这样子力量会比较大。在清洗风轮的时候，它有可能会一边冲一边转，所以你另外一只手需要稍微把它固定一下，然后确定每一个缝隙都有冲到。清洗风轮的时候会有很多水流到这个下面，因为水不会流到水盘，所以所有的水都会流到下面。确认这个罩子有安装好，不然到时候地上会都是水。确认风轮上面每一条缝隙都有被冲干净。最后就是把这个出风口的部分，还有这个风向的叶片、背板，最后再把它冲一遍。都清洗完之后，像这个塑胶的部分，盖子上面，因为我们没有用水枪清洗，所以可以拿抹布把它们清洁一下。还有冷气机的顶部这边，也是需要拿抹布把它清洁一下。各位可以看一下。这就是我们刚刚清洗的收获。其实我这一台冷气，我忘记去年有没有洗了。如果去年没有洗的话，前年一定有洗过。可是洗出来还是这么脏。而且我们家开冷气还不是开得很凶的那一种，只有夏天才会开，而且还是晚上睡觉才会开的那一种。我还在进风口的地方有放那种过滤棉的哦，清出来还是这么脏。我们最后来清洗一下这个滤网，有的滤网上面有这种东西的，我不太清楚这种适不适合直接水洗，不过我还是把它拆下来，只清洗滤网的部分。像我这个就有一点海绵的材质，如果直接水洗的话，应该会吸蛮多水的，所以像这种一般应该用风枪喷一下会比较合适。我们的出水角度要调大一点，让它水压不要那么大，特别是如果你的冷气是比较旧的，这种网子可能都老化，很有可能会破损。反过来冲水，冲完再正面冲。我们这边来对比一下冲洗前后，好像还差蛮多的哦。我们今天这个冷气清洗的初级班，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。我这个影片从昨天下午拍到昨天晚上才拍了一半，今天下午又继续拍才把它拍完，还真花了不少时间。别忘了按个赞哦。初级班的清洗方式比较适合一般大众，
虽然不能100%像专业清洗的那么干净，不过我估计起码也有80%以上的效果。每年固定清洗，其实应该都有不少的帮助。最后，我们刚刚清洗完的冷气室内机，如果你担心水有喷溅到电路板的话，你可以放个2天到3天之后再插电，然后再开机。如果你觉得没问题的话，你可以插电开机，然后开到送风，让它运转大概30分钟，这样子里面可以干得比较快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